2023年的 New Day 在西安，我初次见到 ET9，那时候的它还是一个不能开门的展车，所有的先进技术还没能落地。终于在462天之后，2025年的3月29日，我在大理提了它。为什么是大理？因为今年的 EP Club 活动就在大理举办，EP 的车主们可以选择在大理完成交付，蔚来负责把车运来，但是交付完要自己开回去，或者付费把它拖回去。所以我非常荣幸在苍山洱海边，由蔚来的总裁秦力红同学给我交的车。我买的颜色叫 M42 星云红，非常罕见，除了 EC7， 目前只有 ET9 可以选这个颜色。勃艮第的暗红配色，哪怕搭配渐变绿的车牌也能撑得住。ET9 的官方宣传色呢，一直都是紫叶净瓷蓝，所有的出街 KV 照也都没有红色。但这些天好几位朋友看到了我这个颜色之后，还改了他们自己 ET9 的颜色。如果提车完直接开回上海，未免显得太无聊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把一台技术高峰开到西藏这样的海拔高峰上更有意思的事情了。既然决定要开到西藏，一个人驾驶未免有点辛苦，我决定喊上我的旅游搭子，开电车的昌司机。好，来接我接下来几天的旅游搭子啊！对，他刚刚特地从深圳飞过来，跟我一起开179往西藏走。好了，来搭子来了，搭子来了。我现在感觉我有点飘。苍老师这个包好大呀！苍老师又开始沉浸式了。对，为了一个沉浸，他要先准备好半天的设备。肖总司机为您放行李。难得呢有昌老师开车，那我不赶紧坐到后面享受一下？其实我就喜欢这样的遮阳帘，我压根儿不喜欢那个电动变色的。我要的不是遮住，我要的是它升上来的这个感觉。遮住我贴个黑膜不就遮住了吗？是不是？179呢，确实是一台每个人都想抢着坐后排的车。从机场出发，往国道214的方向开，换装了全新电机的 ET9， 能耗有了新的进步。在低速路段，只要你不爬坡，经常可以保持在12到16度之间。对于一台5.3米的旗舰车来说，能耗确实很棒。但是对于蔚来来说，讲能耗也没有太多的意义。消费者的痛点呢，永远都是补能的时间。没开多一会儿，穿过金沙江，就看到了著名的贺龙桥。这里呢是有停车场的，正好换个手。贺龙桥横跨玉泉河，古朴而庄重，山崖上放了一面红军军旗。我觉得这可以算是第一张179的车身照片了。至此，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云南德钦县这一段的海拔呢会持续升高。途经白马雪山2号隧道的时候，海拔已经接近4000米，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达4000米的海拔呀，我有点紧张会不会高反。窗外呢已经裹上雪花的山头，倒是给了我几分安慰。我们住的民宿离今天要去拍日出的地方只有6.5公里，这也是特意选的。这个地方叫做雾农顶一棵树，主要呢是前方就是梅里雪山，如果缘分到了，不管是日照金山还是人生照片都会有。当然了，人家叫雾农顶，雾气弥漫也会是常态，全看缘分。现在是早上的6点31分，起床了，我们准备去昨天的一棵树那儿看看星星，等等日出。而今天我们的运气真的不错。我们看到了天色的变化，此刻我坐在车的后排，伴随着1T9天光映画，我具象化地感受到了这4个字的绝妙。当然，这个地方本身也是小红书、微博的知名打卡地点，拍照的人那叫一个络绎不绝呀，甚至还有旅行团整个团一起来拍照。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在这里展现一下天行全主动悬崖的摇摇乐，于是呢，就有了下面这些名场片。第2张车身照片完成。回到民宿要退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住的山景大床房是如此的美妙。继续出发，离开云南，进入西藏地界，先充电。
这边想要充电还算比较容易啊，国家电网什么的到哪儿都有啊。功率嘛，120千瓦喽，反正没人抢的话，这台车50分钟充满。就是这个充电线啊，这个重量能给我拽出高反。不过呢，也并不需要充太多，对于 ET9 来说，有个70%就足够了。出了德清还是国道214，会有一些接近20公里的连续下坡，重力势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啊，电表反转，这也是电车的特性。同时呢，因为 ET9 是线控转向的，哪怕在山路上也完全不需要交接手，开起来非常顺畅。加上天行悬架抑制侧倾的能力，这车很容易在不经意之间开得很快，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速度，很容易超速的。会上的，对，前面还是要上的，还是会上的。因为毕竟你是3000多到3000多嘛，是吧？意味着有下坡就有上坡呀。你看，这都是之前塌方刚修好的。快塌掉了呀！逐渐往西藏的方向开，道路的路况开始变得狭窄，加上有些大货车因为开锅等原因故障了，停在路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还会遇到一些特别破碎的路面，应该是之前被冲毁了，还没来得及修复。我对驾驶并不担心，但是我那23寸的轮胎不由得让我放慢了速度。心疼我的23寸轮胎。在一些路段，你还能看到一些骑行的人们，请注意避让他们。一般来说，这些骑行者们都带着驮包，他们会有丰富的补给的。但是如果你遇到骑行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请一定提供帮助。骑行在这条路上，他们也在挑战勇气与体能。终于，我们到了西藏境内，看到西藏芒康欢迎您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激动。这也许会是第一台进入西藏的 ET9，而进入西藏也意味着国道214的路况进一步变差了。首先体现在路窄。尤其在转弯的地方，开车要有预见性，提前避让大货车。他们转弯过来的时候，本身车道的宽度是不够的，而各种搓板路让我对轮胎更加没有信心了。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我都选择去绕开炮弹坑。如果这时候我开的是一台 ES8，我可能就直接开过去了。这个路吧，天行虽然很舒服，但是不免的又担忧得起我的23寸轮胎。天行有一个缺陷，它过于舒服了，它会给你这个坑到底有多深的错觉。其实坑已经很深了，轮胎已经承受很大压力了，但是你车内的感觉就还行。所以如果你不熟悉这个特性的话，你有可能会开快，然后就嘣就要救援了。汤老师，我说是不是？对，包括过弯的时候，对，完全不知道这个。他过弯他不侧倾，对，所以你就觉得这个车可以开得更快。也不是看时速，就过了。然后最坑的是时速过，对，过完过后还有一个坑。如果说这一切有啥限制，就是 ET9 的23寸轮胎不是为这种路况而生的。但开着 ET9 在盘山路上又很让人欢喜，我们就在这种小心谨慎与欢喜中反复切换。此时我面临一个选择，到达芒康县之后往西走，则是沿着国道318进入西藏腹地、怒江72拐之类的，道路无疑会更差。往东走，则是沿着318出藏，路况会好不少。几经权衡，最终我决定还是走出藏路线吧，往巴塘。放心吧，剩下的那部分318我还是会再来的。往巴塘方向走，意味着海拔也是逐渐下降的，这里完全不需要充电。我们在芒康看了下未来的家电地图所提示的充电桩，就在路边，所以就顺便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用的，而且功率也不错，有90千瓦。继续往巴塘方向开，其实整个318，哪怕你开着续航只有400公里 CLTC 的车型，我觉得也完全够用了。而且电车高海拔，动力依旧，堵车开空调也比用发动机烧油效率高不少。318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电车跑的。其实进入巴塘就是四川省了，也就是说我们一天走过了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这一段318的路况出色，堪比高速公路。
未来甚至在竹龙服务区建设了一座换电站，因为我们不需要换电，都差点错过了。看到路边巨大的换电站标志，赶忙在前面掉头，趁着天光仍在，跟换电站一起合影。晚上住在巴塘的全季酒店，巴塘海拔2400米，也不会高反，这个地方全程都在修路啊。开到酒店的路比214国道还要破损，真搓板路，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酒店不好停车，请注意泊车安全。酒店呢也是提供充电桩的，直流快充、交流慢充都有。ET9在车内的 OBC 支持了交流充电，所以呢使用随车赠送的转换头就可以用交流充电了。这是我充过的最贵的点，1块6毛8一度。巴塘的清晨是被鸡叫吵醒的，是的，4点钟鸡就开始打鸣了，这鸡是不是有问题啊？今天的目标是开到新都桥，这一段路会很有趣，路况很好，弯道很多。打开 ET9 天行世界的主题，这里可以实时展示每个轮子全主动悬架为了拉平车身所施加的主动力，而且悬架除了拉伸还会压缩，压缩的时候这套系统还有动能回收，可以给车发电。所以你能看到有的时候是废电，有的时候是发电。未来的 SkyOS 天书操作系统实时显示悬架的动态性能，本身也是这个车能力强的体现。4400多的海拔，我们就在雪山下面。慢点啊，绝了，看看能不能靠边。就在这儿，就在这靠上去。不多一会儿就到了海拔4500米的姊妹湖观景台，相信我，你不需要地图的，你不会错过的。开始录像。好的。哎呦喂，刚才无意之中发现了可以这样的功能啊！其实我们是想让这一台Action 5自己录起来的，结果 Nomi 听懂了，哎，不错。Action 没听懂。对 ，Nomi 总算明白了我们到底想干啥，挺不错不错，进步非常大，已经从一个幼儿园至少到了小学5、6年级的水平了。继续向前开车15分钟，318国道旁海子山服务区赫然出现了充电桩。这是一家叫愉快充的公司运营，非常狠，海拔4350米，他们建了充电桩。啊，朋友们，海拔4500米充电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一路好多充电桩，你再往前到礼堂，甚至还有 New Pop 的充电桩。前面上一站巴塘，未来有好多桩。这里服务区，有一个液冷充，2块出头一度。说这个桩有啥不好？它就是虽然是液冷的，但还是这个枪还是很粗啊，感觉拔一下都要高反了。但背后是巍峨的雪山，看起来也挺漂亮。再往前开1个半小时，就是丁真的家乡礼堂。注意啊，这一段路全程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礼堂线，如果你从成都出发的话，可能会需要在这里充电。未来在这儿有2根120千瓦的快充桩，验证了一下，维护良好，可用。而且呢，这个充电桩背后就是个超市，请善于利用啊，朋友们。此地海拔较高，不宜久留。从礼堂到天路18弯，大概110公里的路程，整体路况都不错，但是呢，都在不停的翻山，海拔就没低过3600米。连日的疲惫加上一直在蹦蹦跳跳，我终于出现了明显的高反症状，头疼欲裂啊！这不是我最好的状态，我现在有点高反头疼。这不是下来了吗？对，没有啊，就还是就是连续3个小时在4000多米上面，就开得我头很痛。但你看这个转向半径很小的，对啊，不需要怎么动，到这就行了。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连续的发夹弯。然后其实进弯的时候，你为了不侵占别人的线，你稍微给一点点，你看对方也有来车，一点都不用动太多的，就完事儿了。甚至你还可以在出弯的时候稍微给一脚油，让后轮往外推一点，你管得会更快，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是一台行政轿车，但是想运动起来
也可以运动起来。仙公仔像跑山，我是没想到这么舒服。终于给我开累了，趁着堵车换昌老师。此行第一次堵车，高尔寺隧道，隧道一半封闭，单侧通行，半小时交换一次。排队其实倒是还好，连续5公里的隧道路走的是隧道的导洞，而不是主隧道，很窄，灰尘很大，开起来跟寂静岭似的。所以在藏区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按照预估时间。出了隧道之后，大小车分流，几台车呢去边上休息了，我们呢就成了头车。当地交警甚至帮带路，后来我们知道原因了，因为会有大聪明选择插队，所以每一次交替通行的时候都会有警车开道。对面又有车这样不守规矩的上来了，好啊，倒回去。警车又开始顶人家回去了。这倒车了，好样的，好样的！对吧？终于看到倒车的了，2个一起倒，哇，好玩！哇，好玩，好玩！而且警察叔叔的速度也不慢，对，警察叔叔速度也不慢，顶着他往后倒，顶着他们走。可惜了，没倒多远。经过隧道后不久就是雅江了，雅江的海拔很低，但是城市比较小，所以我们选择继续开，直接开到新都桥。新都桥继续住全季酒店啊，是有充电桩的，不过我们不需要充电。这家全季真的救了我，前面不是说头疼欲裂吗？这家酒店晚上6点到第二天10点供氧，弥散式制氧，加上地暖，我就在酒店睡了1个小时，就立马感觉活过来了。朋友们，这一天晚上全季给我住出了丽思卡尔顿的感觉，元气满满的起床，感觉已经完全恢复了。可惜天气呢不太给力，车上甚至结了冰霜。无人机飞起来看一看，看到新都桥镇子的体量还是有的，海拔3500米，浅丘高原河谷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如果直接回到康定，未免显得太过无聊。查询一番，我们决定去居里斯垭口。如果你导航到居里斯垭口，它会告诉你开车10几分钟就能到。实际上，那到的是垭口的大门。这里当地的村民会收取每人20元的进山费用，其实我觉得很合理，而且收款码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至少他们负责把这段路给平整了。但是接下来会有7到8公里的上山路，给我这台 ET9 直接上强度了。底盘的高度从来都不是问题，空气悬架可以把车抬升到足够安全的高度，海拔爬升700米，对于电车来说也不是啥问题。还是轮胎，虽然道路不平整，但是足够宽阔，错车什么的也很安全。这一路呢，我也会主动避让一些轮胎不那么脆弱的 SUV， 甚至用 AT 胎的牧马人们。因为车不多，其实开起来倒也不累。而且呢，我开车，昌老师飞无人机，彼此配合一下都不需要无人机自动跟随了。人肉来飞无人机，大片狂出，昌老师上大分。大哥，你把我的路占了，你往边上走点呗。哎，谢谢牛神，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让路。
大哥祝您长命百岁不被宰。不是没信号啊，那我可以点天行的轮子。哦，到了，朋友们，山顶是对我爬坡的奖赏，好吗？对我们感想有为，开着一台全主动悬架的 ET9 轿车，走向了只有 SUV 敢走的路。这就是车主的勇气，靠，这有点自夸呀。但就是牛逼，有没有？把牛逼给我打在公屏上，请你们看一看，这里有没有一台轿车，有没有哪怕一台？居里斯垭口海拔4100米，站在垭口可以360度观赏雪山，正对蜀山之王贡嘎雪山群峰，背靠雅拉雪山，这里的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新都桥的壮丽景色。真的在山顶去看新都桥，跟飞无人机看新都桥真不是一个意思。而且昨晚因为供氧睡得特别好，我在山顶上忙忙碌碌，各种拍照，一点也不头疼。我已经彻底适应了这样的海拔，这个垭口也必须要拍摄车身照片啊。回到新都桥，车已经很脏了，找了一家洗车店。新都桥的配套齐全，光全季都有2家，充电桩我觉得很富裕，洗车也很容易，价格也不贵，而且洗得很认真。朋友们，走318成熟的路线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有点狠啊！妈刚刚洗完车，应该说还在洗车的时候，天气就瞬间就变化了。这个山里的天真的变得好快。你看，昨天我们等了一会儿，今天是别人等我们。我们运气真不错，洗车一点都没有耽误时间，是不是？刚好啊，那个车不洗，你也在等着，挺好。从新都桥出发，半个小时就到折多山。如果你从成都出来，这里是进藏第一座高峰，垭口海拔4298米。如果下雪的话，折多山就经常拥堵封路。你的车需要具备良好的四驱能力，否则呢，要么雪地胎，要么防滑链。这里的气候非常恶劣，每年冰雪期长达8个月，冬季道路积雪结冰，路段弯多坡陡，道路狭窄，行车速度慢。我们这一次来的前一天，因为下雪啊，刚刚封路。早上我们在居里斯垭口的时候，这里才放行。这里有一个小技巧，抖音有很多折多山的直播，你可以从他们的视频中看到路况。至于防滑链什么的，要不要买，自己开啥车，自己心里有数就行。曾经有蔚来 ET7 的车主，完全依靠蔚来的雪地模式，电控全时四驱，在众多停下来的车里突出重围，你大概知道蔚来的能力就好了。这么大的雪，车又少，又是给我的车拍车身照片的时刻了。翻越了折多山，你就来到了康定，接下来的路都不算事儿。回望着过去这5天，从提车到进藏又出藏到318，海拔最高到过5000米，体验过了高反，也感受到了山区天气变化之大，也感慨中国基建狂魔遇水架桥、遇山开路的气魄雄浑。因为轮胎的原因，旗舰大轿车并不是最适合这个场景的车辆，但是这台 ET9 极高的科技含量，让我这5天里开着又自豪，也有满满的安全感。这台车有你每一次锁车都要回望一眼的惊艳设计，也有坐在车里扑面而来的豪华，但又分外克制不低俗的优雅。线控转向加后轮转向加全主动转向，配合自研的操作系统，又让这台车站在车企的技术之巅。我很欣慰，也很自豪，我买得起这样的旗舰，只要81万8，落地算上购置税也才85万。这也是我国汽车工业进步的一点缩影吧。我都不用想象，你就看一看现款的 S Class。148万的价格，在 ET9 面前看到它，你仿佛觉得时间停滞了。这台 S Class 跟我父辈们开的车其实别无二致，这也许就是未来 ET9 的 slogan， 感想有为的终极奥义。
318我还会再来的。今年7月份的时候，未来就会贯穿318全线的换电站，一路能换电到珠峰大本营。可能对于电车来说，又会少了一点充电的乐趣，哈哈。旅行的最后呢，我开到了这台 ET9，回到了可能更属于它的地方——喧嚣的城市与高级的酒店。牛逼啊！我去哪里都是100，我不用倒车的感觉。真好，到了吧？酒店停车场，继续往右。往 B4城这。继续下。哇，这简直就是为 ET9量身定做的。ET9量身定制的停车场，你看边上这个墙刮的，是吧？哇靠！这个酒店找对了。今天酒店找得非常好。